第136章义工。田柠檬酒吧2楼，属于老板的房间内，比尔特·白兰度夹着雪茄，站在窗边，眼睛没有焦距的望着外面，脸色阴沉的可怕。这时，一位保镖进来，微弯腰背，小心翼翼的说道：“先生，索托斯从东面回来了，让他进来。”比尔特竭力调整了神色。索托斯杨是他的副手，冒险家互助会这个松散组织的重要成员。不到1分钟，穿亚麻衬衣、披褐色夹克、缠暗红头巾的索托斯走了进来。他外表30来岁，肤色古铜，眼窝深陷，唇上颌下都有深黑的胡须，一看就是经常飘荡于海上那种人。索托斯不是太正式的行了一礼，打量了比尔特·白兰度一眼。头儿，出事了。出了点意外，事情看来会失败。比尔特没有隐瞒，叹了口气道：“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那位大人物交代。”没等索托斯回应，他转而问道：“东面有变化吗？”“还是老样子，海盗们追逐着每一条可以劫掠的船只，甚至将彼此当成目标。海军只能守住各个殖民点，勉强维持航路的畅通，保护相对重要的那些船只。海战时常爆发，各有胜负。”索托斯耸了下肩膀道：“苏尼亚海东面果然是海盗的混乱乐园。”比尔特叹息附和。索托斯想了想，又补充道：“东面那些岛屿上最近有出现一些消息，据说最早是从黑死号上流传出来的疾病中将。”“什么消息？”比尔特打起精神问道。索托斯有些凝重又有些兴奋地说道：“疾病中将确实遭遇刺杀，受伤不轻，而动手的人是冒险家格尔曼斯帕罗。”“格尔曼斯帕罗？”比尔特脱口而出。“对，是他。他真的是海盗将军级的强者，即使是偷袭，那也是在黑死号上，周围有众多的知名海盗，可他依然重创了疾病中将并顺利逃走，之后还猎杀了巧言者米索尔。”索托斯感慨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比尔特踱了2步，喟叹道：“这可是大新闻啊！冒险家里海盗将军级的强者本身就非常稀少，能与海盗将军旗舰上重创对方的更是只有这么一位。这种行动除了需要对本身实力有绝对自信，还必须足够疯狂，只有疯子才会直接潜入海盗将军的旗舰，试图刺杀，而不是另外寻找地点。”说到这里，他脸色微变道：“我昨晚见到了一位自称格尔曼斯帕罗的冒险家，真的还是假的？”索托斯眼眸一缩，低沉反问：“不确定，我并没有见过真正的格尔曼斯帕罗，以及他的照片和画像。”比尔特摇了摇头。索托斯沉吟了下道：“可以搜集罗斯德群岛的报纸确认一下，这么多天过去，应该有旅客将相应的新闻报苏尼亚早报带过来了。政府、警局、教会、慈善组织那些地方都有订阅罗斯德群岛的重要报纸。罗斯德群岛是鲁汶王国在中苏尼亚海最大最重要的殖民地，影响力辐射了周围一圈，距离那里只有3天航程的奥拉维岛毫无疑问处于这个行列。官方机构或教会组织都会订阅那边的报纸和杂志，非重要消息3到4天可以读到。”比尔特点了点头，深入问道：“格尔曼斯帕罗刺杀疾病中将的事情有具体细节吗？”索托斯回想了下道：“据说格尔曼斯帕罗能变成任何人，就像之前的飓风中将麒麟格斯一样，正是凭借这种能力，他才顺利潜入了黑死号，找到机会刺杀能变成任何人。”比尔特眼睛豁然一亮：“不行，那是一个疯狂到敢于潜入黑死号刺杀疾病中将的家伙，让人本能畏惧，只想远离。”比尔特的目光旋即暗淡，而且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下意识摇了摇头，不知道职业者和机械之星什么时候会采取行动，处理威廉姆斯街的异常，希望他们能尽快。念头转动间，克莱恩离开灰雾，返回了现实世界。略作思考，他抽出张信纸，铺陈于棕褐色的书桌上。暗红溪水钢笔沙沙游走，克莱恩先关心了阿兹克先生最近的状况，然后提及自己寻找可以窃取别人非凡能力的神奇物品时，发现有人存在被外来者寄生的情况。接着他状似顺口地询问了是否有办法可以绕过寄生的外来者提醒宿主。借助这个由头，他又说到自己从别人那里知晓了与偷盗者途径高层次有关的石之虫，并弄清楚了这种事物能充当重要仪式的祭品和高级符咒的材料，可却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呼！克莱恩放下钢笔，折好信纸，拿出铜哨，凑至嘴边，用力吹了一下，白骨喷泉般涌出，组合成了那巨大的信使。但这一次，信使不再从楼下钻出，
而是和之前那么多次一样，穿越天花板，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召唤者。克莱恩知道这不是因为信使又变得不够礼貌，而是由于他现在住的是旅馆1楼。他万步一抖，扔飞镖般丢出了信纸，并让它准确落入那巨大的白骨手掌中。信使眼窝内的火焰跳动了2下，似乎在凝视克莱恩，但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他身体崩解成白骨瀑布，一根根钻入了地面。做完这一切，克莱恩并未展开千纸鹤，擦掉之前所写，用同样的内容请教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这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那千纸鹤不是什么神奇物品或非凡武器，就是普普通通一张纸折成，被橡皮擦反复摩擦后已出现脆弱的迹象。再来几次，或许就会直接破掉。还是等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联络，才考虑它。比如阿兹克先生并不清楚怎么绕过附身老爷爷提醒伦纳德时，克莱恩无声摇头，快速收拾好桌面的物品。另外，他最近也不是太敢用无线电收报机联络阿罗德斯，因为真实造物主派来的那位强者大概率还在附近徘徊，追寻全黑之眼的气息，而灰雾的味道同样可能已引起真实造物主的注意，并告知了信徒。今天继续做旅行者，放松一下，明天开始寻找真实扮演的机会。克莱恩收敛思绪，披上外套，取下礼帽，走出了旅馆房间。他要去奥拉维港口外的山上看落日。这个想法源于一本畅销小说，它的作者叫里昂·马斯坦，出生于奥拉维，20岁后才定居贝克兰德。这位先生在书里充满感情地介绍了港口圣德拉科山的落日，认为这是他到目前为止见过最美丽的风景。克莱恩乘坐马车出城，步行至圣德拉科山的山脚，只用1个小时就登上了这座不高的山峰。时间1分1秒流逝，太阳渐渐落下，将山峰左侧的蔚蓝海洋染得如同火烧，让右方碧绿的树林和广袤的田野蒙上了一片金黄。所有的颜色都在这一刻绽放出最后的明亮，接着便逐渐暗淡，直至昏暗。船只入港，马车进城，忙碌的人们沿着麦田间果园旁的道路陆续返家。当黑暗开始笼罩这片大地，城内城外相继亮起了一点点温暖的光芒，它们就像黑色天鹅绒上的璀璨宝石，真的很美丽。克莱恩欣赏片刻，直至代表一个个家庭的灯火映入他的眼睛。他沉默着转身，沿着山路，在一株株染上黑色的树木簇拥下，返回至底部，然后步行了一段距离，在港口城市边缘雇佣到了马车。马车平稳前行，一根根铁黑色的典雅路灯杆在昏黄光芒的照耀下安静地倒退着，远去着。不知过了多久，克莱恩回到旅馆，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房间里面，床铺、书桌、椅子全部静静地躺在浓郁的黑暗中，无声地反射着些许绯红的月华。克莱恩幅度很小地关上房门，走至窗边，立在帘布造成的阴影里，久久未动。外面灯火正明。第二天一大早，克莱恩拧开水龙头，将冰凉的自来水拍到脸上，整个人豁然清醒。他已经想好从哪里入手寻找真实扮演的机会，依然是随时可能产生逝者的医院。之前的克莱恩只是去那些地方简单转了转，游荡了一阵，确实很难发现适合的对象。这一次，他决定做一段时间的义工，长久的待在医院里，关怀那些暂时没家人在身边的垂死者，只有这样才能等到需要的目标。用过早餐，克莱恩抵达黑林街10号，进入了奥拉维医疗救护基金会。这是有黑夜女神教会背景的慈善组织，其中一方面的责任就是向各个医院提供经受过训练的义工。克莱恩来到登记处，看见女性工作人员正在翻看报纸，于是轻敲了下桌子表面。有什么事情吗？那女士边放下报纸边开口问道。我想做义工，克莱恩简洁说道。姓名那女士抬头看向了对面，忽然她目光凝固，右手抖了一下，刚拿起的钢笔啪嗒一声落至地面。她面前的那份报纸上正好有一张近乎真实的肖像画。这张肖像画的主人属于疯狂的危险的冒险家格尔曼斯帕罗。第137章开不了口。奥拉维医疗救护基金会负责志愿者登记的女士匆忙弯腰，慌乱摸索起掉至地面的钢笔。这个时候，克莱恩也注意到了，他刚才看的是几天前的新闻报，有自己画像和事迹的那期。这边也会订阅罗斯德群岛的报纸，算算船只过来的时间，确实只能看3、4天前的旧新闻。早知道这样，我就重新捏张脸，想个假名再过来。克莱恩立在办公桌前，无奈的想到。
那位30来岁的女士终于捡起了钢笔，扬起脸庞，颤抖着嗓音道：“你要做义工？”“是的。”克莱恩给出肯定的答复。可你是冒险家。那被吓得不轻的女士结巴着找了个理由。她本能就不想让这种极端危险的家伙成为义工，出名并不一定是好事啊。算了，等会换张脸，换套衣服，换个名字再来。克莱恩心里已是放弃，表面却没什么情绪的反问道：“谁规定的冒险家不能做义工？”负责登记的女士一脸快要哭出来的表情，脱口而出道：“不是我。”义工登记室顿时变得异常安静。克莱恩先是一愣，旋即想笑，好不容易才维持住了格尔曼斯帕罗的形象。那位女士稍有平复，察觉到自己的回答有明显的问题，强行挤出笑容道：“不，我的意思是没有谁规定，只是我印象中冒险家都很忙碌，需要出海，很少有时间做义工，那是他们。”克莱恩简洁回应道。那位女士伸掌捂了下嘴巴，再次露出笑容道：“好的，我立刻帮你登记。”她边说边抽出一份表格递了过去：“你填写一下，我们会根据你的要求提供相应的培训和义工岗位，我们会主动联系你，你也可以自己过来询问。”他已经在心里打定主意，不将格尔曼斯帕罗填写的表格放入档案，而是直接上交给基金会的负责人，上交给警察局。女神啊，这么危险的家伙怎么会跑来做义工？他悄然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克莱恩无声点头，接过表格，顺势坐下，拿起钢笔，刷刷填写起基本内容。这个过程里，有一位套着医生白袍的男子进来，开口问道：“胡安娜，有新来的义工吗？我们要开始上午的培训了。”负责登记的胡安娜有心摇头，可坐在他对面的格尔曼斯帕罗哪怕没说话没抬手，也给了他极强的急迫感，让他不敢撒谎。有的，他先回应了那位穿白大褂的男子，接着望向克莱恩道：“斯帕罗先生，你现在就要接受义工的基础培训，还是等明天？”克莱恩想了想道：“现在他打算熟悉一下，为之后换个身份做义工编织专业性，这样他就可以很快进入医院帮忙。”胡安娜明显吸了口气道：“那你填写好表格后，就跟着格拉亚先生过去。”好，克莱恩平静回应。半个小时，冷静礼貌中暗藏疯狂的冒险家格尔曼斯帕罗看着面前异常肮脏的马桶，屏住呼吸道：“刷它。对，你们刚才已经接受了简单的抬病人训练，但这不是我们在医院最常做的事情。我们主要负责清理病人的呕吐物，换洗床上物品，并让盥洗室保持干净，足够卫生。呵呵，包扎伤口之类的事情属于专业人士，我们只需要有初步的掌握。”格拉亚捏了下鼻子，指着前面布满黄黑污迹的马桶们道：“刚才已经有义工示范过，你们开始吧。”这和我想象的不一样。不一样。克莱恩第一反应是扭头就走，但最终还是面无表情的拿起清洗工具，忍着强烈的恶心，靠拢过去，蹲了下来。接着，他身体略微后仰的伸出了右手。中午时分，克莱恩脱掉白大褂，戴好礼帽，表情冷漠的离开了奥拉维医疗救护基金会。在之后是否要去做义工寻找扮演机会上，他出现了强烈的动摇。一直到乘马车抵达甜柠檬酒吧，他才下定决心，打算继续尝试。我必须在1350年内成为密友大师，并消化掉这魔药，开始寻求高序列的线索。克莱恩在心里重新强调了一遍目标。他收敛心情，进入甜柠檬酒吧，在吧台处花费8便士要了份配苹果汁的猪排和一块带黄油的面包，这些再加上价值1.5便士的黑麦啤酒，就构成了克莱恩的午餐。他不慌不忙吃完，拿出手帕擦了擦嘴巴，对酒保道：“你们老板呢？我有事情找他。”既然已经口头上答应了加入冒险家互助会，克莱恩自然不会放过利用这松散联盟的机会，准备请比尔特·白兰度帮忙联络野生或愿意做私活的工匠，打造类似于阿兹克铜哨那样的物品，免得每次召唤信使还得布置仪式、诵念咒文，又复杂又麻烦又耽搁时间。当然，如果比尔特·白兰度不认识工匠，克莱恩也不会强求，毕竟加入冒险家互助会不需要交钱。酒保指了指楼梯口道：“他在2楼。如果你已经答应加入他的联盟，并见过那些保镖，他们会放你上去的。”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缓慢起身，走向了楼梯口。果然，没有守卫阻拦他，直至上了2楼，才有一位保镖过来询问。得益于格尔曼斯帕罗的名声，他很顺利就再次见到了比尔特·白兰度，并发现对方身边多了位陌生的男子。“我的朋友，索托斯扬，
互助会的重要成员比尔特指了指戴暗红头巾的男子道。与此同时，他和对方交换了下眼神，看见彼此都是同样的凝重和疑惑。简单打过招呼，克莱恩找了张椅子坐下，非常直接的说道：我希望获得工匠的帮助，不知道互助会是否能提供线索。工匠。比尔特抽了口雪茄，停顿几秒，斟酌着说道：我确实认识一位工匠，但他不愿意和不熟悉的人见面，这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危险。如果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帮你中转。我想我应该有这个信誉。对各大教会来说，某些时候没主观恶意的中低序列非凡者可以不管，工匠却必须无差别处理，否则会造成神奇物品的泛滥，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大的不安定。看来比尔特组织冒险家互助会也不是单纯浪费钱，至少已经聚拢了不少资源和渠道。克莱恩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愚人表道：我想把它制作成一枚戒指，主要提供水下活动能力，他暂时没讲姓氏相关，打算先试一试那位工匠的能力和比尔特一伙的信誉召唤姓氏的皱纹，如果流传太广，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序列9的非凡特性并不昂贵，即使比尔特出现贪婪，昧下了制作好的神奇物品也无关紧要，反正我还有一堆海神领域的符咒，而且我又不是不能上门讨债，这反倒更好，他能组织起冒险家互助会，肯定有不少金钱不少材料。克莱恩想着想着，忍不住多打量了比尔特一眼，这个瞬间比尔特莫名打了个冷战，脖子后面的汗毛全部竖了起来。他只觉格尔曼斯帕罗刚才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宝藏，而作为宝藏，这并不是什么好的体验。比尔特望了眼旁边的索托斯，挤出笑容道：这是愚人的表吧？这种层次的材料制作神奇物品基本不会有什么意外，工匠费用是150磅，可以事情完成后再给我很公道的价格。克莱恩无声点头，将手里的愚人表扔了过去。等到比尔特接住，他才补充道：再帮我询问那位工匠，问他是否有能力将召唤灵界生物的仪式固化在一件物品上，要求是至少能使用1年，没问题。比尔特松了口气，对索托斯使了个眼色。索托斯揉了揉凹陷的眼窝，上前一步道：格尔曼先生，最近有没有兴趣出海？我们已经有了几条不错的船，正打算召集人手去东面狩猎海盗，挺有意思的。但我最近的重点是消化魔药。克莱恩平静摇了摇头，索托斯脸上的笑容僵硬了一下，旋即消失不见。他没有再说什么，因为那是一位海盗将军及冒险家的拒绝。他和比尔特已搜集到相应的报纸，确认了格尔曼斯帕罗的真假。克莱恩缓慢起身，将礼帽按在胸口，微微鞠躬道：感谢你们的帮助。比尔特的脸部肌肉扭曲了一下，似乎在强行忍耐什么，有话语即将脱口。最终他缓慢吸了口气，露出笑容道：应该说合作愉快。克莱恩有察觉到比尔特和索托斯的异常，但却压制住了自身的疑惑，什么都没有问。不能问，一问就会有麻烦，就会有事情。我最近的安心消化魔药。克莱恩转过身体，走至门边，拧动了把手。格尔曼先生，比尔特突然脱口。克莱恩嘴角微抽，平静回头望了过去。没什么，哈哈，我的意思是，作为互助会成员，来我这里喝酒会便宜一些。比尔特强行笑道。你以为我会追问究竟有什么事情吗？克莱恩轻轻颔首，打开房门走了出去。目送他的背影消失，比尔特怔了2秒，长长叹了口气。第138章替身任务。房间内听到比尔特的叹息，索托斯按了下眼窝边缘，沉声说道：头儿，那位大人物后天就要抵达了。比尔特表情凝重的回望了一眼。我知道我们只有2个选择，一是不管格尔曼斯帕罗是否值得信任，都将任务委托给他，希望能有最好的结果；二是立刻放弃在奥拉维的产业，带上现金和珠宝离开这里，去大洋上做海盗。我有把握让海盗猎人号的大部分水手和冒险家跟随我们。索托斯停顿后又补了一句：头儿，当初你做冒险家，带领我们驾驭船只，狩猎海盗时，是那样的坚毅和果断。我想你已经有了决定，不需要我再做什么，哈哈，不需要恭维我。比尔特苦笑2声。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在鲜血和炮火里毫不畏惧的海盗猎人，长久的安逸生活不知不觉就腐蚀了我的意志，我甚至不太想继续寻求晋升的机会。那一个个变成怪物的同伴仿佛还活在我的脑海里。呼，他吐了口气，表情一下变得严肃。不过你说的很对，我们没有犹豫的时间了，必须立刻做出决定。说到这里，比尔特侧过脑袋，
用下巴指了指窗口。索托斯先是一愣，旋即明白了头的意思。出了甜柠檬酒吧，克莱恩漫步于街边，准备去十字路口雇佣出租马车。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楼上窗户哐当作响，看见一道人影落了下来。或许是经历过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和班西港诡异电报局等恐怖事件的原因，克莱恩第一反应是比尔特·白兰度死了，在自己拜访过他之后突然死亡，并从楼上摔下，落在地面，眼睛圆睁。这就如同他当初开门看见瑞尔比伯的母亲死在安乐椅上，尸体已经高度腐烂，眼珠因外来的震动啪嗒落地一样。类似的念头一闪而过，克莱恩看清楚了从楼上掉落的身影是索托斯扬，不是比尔特·白兰度，而且对方状态正常，明显还活着。糟糕，麻烦上门了。克莱恩内心咯噔了一下，有了更加准确的判断。如果是在做自己，他肯定会假装没看见索托斯扬跳楼拦截自己，抢在对方开口前掉头就走，发足狂奔，直至甩掉对方，就像星之上将被芝士追逐时的状态一样。可惜我现在是格尔曼斯帕罗，一位疯狂的冒险家不可能因为这种小事就逃跑。更加认清楚了自己也算是额外收获。克莱恩停住脚步，看着穿亚麻衬衣、披褐色夹克的索托斯稳稳落地，以手按胸，行了一礼。格尔曼斯帕罗先生，我们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委托给你来了。克莱恩表面平静的回应道，我最近并不空闲，这不会耽误你太多的时间，你可以先听一听具体要做什么，再考虑是拒绝还是接受。嘴上颌下都留着黑色胡须的索托斯诚恳说道，我就害怕听了之后不得不接受。其实还好，如果比尔特·白兰度和索托斯扬敢威胁我，强迫我接任务，我不介意把他们变现成金棒和非凡材料。克莱恩认真一想，竟发现自己在海上好像不需要顾忌太多，海盗将军级的实力基本可以在大部分地方横着走了。他掏出衣物内侧的金壳怀表，按开看了一眼，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好，足够了。索托斯指了指克莱恩后方的甜柠檬酒吧入口。回到之前那个房间，克莱恩看了眼壁钟，表情冷漠的说道，还有3分12秒。他这样的态度莫名让比尔特内心变得安定，开始相信格尔曼斯帕罗有绝对的能力完成任务。格尔曼先生，听说你能变化成任何人的样子，就像过去的飓风中将麒麟格斯。比尔特抓紧时间开口问道，谁泄露的这件事情？克莱恩眉毛一跳，望着比尔特的目光瞬间变得幽深。格尔曼斯帕罗能变化成任何人这件事情如果传扬开来，对克莱恩而言属于不大不小的麻烦，因为这要么让人联想到蠕动的饥饿，联想到麒麟格斯死亡之事，要么被掌握着一定隐秘的非凡者怀疑为无面人，前者也许会引来黄昏影视会的关注，后者大概率让黑夜女神教会注意并派人调查。当然黑夜女神教会在海上的势力不强，克莱恩并不怎么担心，只是不太愿意或职业者们发生冲突，到时候他就不得不放弃格尔曼斯帕罗这个身份，在又疯狂又强力又有柔软内心的冒险家形象越来越广为人知，并得到认可，获得越来越多反馈的关键节点。比尔特感受到格尔曼斯帕罗目光的变化，整个人一下紧绷，呵呵笑道，这是从黑死号上传出的消息，特雷茜，他这是在报复我啊，总有一天我要完成对他的狩猎。克莱恩轻轻点头道，你可以当这个消息是真的。他没有刻意去解释变化他人的能力来自哪里，因为这不符合格尔曼斯帕罗的人设。比尔特顿时舒了口气，平静了2秒道，我们在帮一位大人物寻找替身。在格尔曼斯帕罗含义不明的目光注视下，他详细解释道，那位大人物需要独自行动去处理一件不能被别人知道的隐秘事情，所以必须有一个替身代替他处理日常事务，会见不同的客人，与他的情妇周旋，不暴露一点问题，而他大概3到5天就能返回。我们原本已经找到一位和他很像的人，花费大量时间纠正了他的仪态和口音，并把这个好消息上报给了那位大人物，谁知那个流浪汉暴饮暴食过度，在前天晚上突发疾病过世。那位大人物即将开始自己的行动，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另一个和他很像的人，只能求助于你，这不就是我想要的真实扮演机会吗？克莱恩听得怦然心动，但他也敏锐注意到了一点，能被冒险家互助会首领比尔特称为大人物的，肯定是真正的大人物，围绕在大人物身边的事情往往都不简单，蕴藏着不小的风险。克莱恩想了想，低沉反问道，
你认为这件事情危险吗？不，只要你没暴露，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你需要做的只是代表那位大人物在明面上活动。呵呵，没谁敢刺杀他。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害怕那位大人物事后杀掉所有知情人。放心，海盗们编造了许多有关他的恶毒流言，所以只要成功结束，你之后再怎么泄露这件事情，也不会有人相信，只会被当成那些笑话一样的流言处理。比尔特摊手笑道。克莱恩没多纠结这个问题，转而问道：你们能开出什么样的报酬？1000磅现金，加3次工匠制作的机会。呵呵，我帮你支付材料之外的所有费用。比尔特从格尔曼斯帕罗之前的委托入手，提出了他认为对方没法拒绝的条件。还可以，但最重要的是真实扮演的机会。克莱恩看了眼毕中道，我回去考虑一下，晚上给你答复。不管怎么样，先去灰雾之上占卜事情的危险程度是必须的。考虑到比尔特和索托斯是序列7甚至序列6的非凡者，克莱恩没当面提出去盥洗室的要求，免得对方察觉问题。因为没泄露那位大人物究竟是谁，比尔特也不担心，点了点头。好的，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威廉姆斯街，一位身高近2米、结实健壮的福萨克人正在寻觅着线索。突然，他灵感触动，抬起了脑袋。他的身周已浮现出晨曦般的光芒，将周围的房屋和煤气路灯照得仿佛幻觉。与此同时，大街上有火光腾起，有种种超自然现象冒出。果然，索伦家族也派人来了。之前就有怀疑的那位福萨克人将目光投向了街道前方。他看见一位位或戴红手套或戴黑手套的职业者出现，看见一个个幽深黑沉、布满复杂花纹的枪口从屋顶伸出，对准了自己，而周围的行人仿佛没有一点察觉。他还看见了蒸汽与机械教会的贝克兰德教区大主教霍拉米克，看见了黑夜女神教会的贝克兰德教区大主教圣安东尼。紧接着，他眼角余光瞄到索伦家族的人抬起双手，举过了头顶。强大的福萨克间谍跟随做出同样的动作，他们当机立断，选择了投降。反抗只会当场死亡，投降还有被赎回的机会。傍晚6点半，克莱恩又一次来到田柠檬酒吧，见到了比尔特和索托斯。他没什么表情的说道：预付500磅，然后告诉我需要变成的目标是谁。比尔特忍不住流露出明显笑意，一边示意索托斯去保险柜，一边沉声说道：他是王国在中苏尼亚海的最高海军统帅，艾米留斯·利维特上将阁下，一位真正的半神。第139章总督府晚宴。艾米留斯·利维特上将，真正的半神。听到比尔特的说明，克莱恩脑海内瞬间冒出了2个单词：抱歉，再见。见格尔曼斯帕罗不太明显的挑了下眉毛，比尔特赶紧解释道：这并不会影响任务的难度，在这里没有谁需要半神展现自己的实力。他清了下喉咙，堆起笑容道：为了让这次任务变得不那么艰难，上将阁下特意安排了最近几天视察奥拉维海军基地，这样一来，他就不需要待在中苏尼亚海的海军大本营慷慨之城拜亚姆，从而避开海王亚恩考特曼，避开罗斯德群岛总督乔治尼根，避开熟悉他的大部分下属，避开他在那里经营家族产业的亲属，避开最熟悉他的那位情妇。也就是说，你不需要面对半神的目光，不需要面对为数众多的考验。在这里，熟悉上将阁下的只有3位，一是他的秘书吕尔安中校，他属于军情9处，负有监督上将阁下的责任，他应该用过很多名字，我不清楚这是不是他的真实姓名。二是上将阁下在这里的情妇，一位叫做辛西亚的美丽小姐，她的祖先据说是贵族，被剥夺爵位，流放到了这里。三是奥拉维的总督奥斯顿利维特，他是上将阁下最小的那位弟弟，上议院的利维特伯爵是他们的兄长，听起来确实不那么困难，而且我的占卜结果也显示没太大危险。克莱恩沉默几秒，轻轻颔首道：我需要有关艾米留斯利维特的详细资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是他的照片，这是他隐蔽处的身体特征描述，这是他的口音特点，这是他的用词习惯，这是他对不同事件的不同反应和态度，这是他与吕尔安、辛西亚、奥斯顿等人相处的细节性内容。比尔特心中一喜，当即拿出了那来源于艾米留斯利维特上将的诸多资料。克莱恩首先接过照片，看见上面是位黑发蓝眼的中年男士，气质偏严肃和古板，发量比一般的鲁恩男人多了不少。他微不可见点头，随即抬起了脑袋。
我知道这些资料很多，但我相信你肯定能在这2天内记住，你在这方面必然非常专业。比尔特话音未落，已下意识后退了一步，因为他面前的不再是格尔曼斯帕罗，而是艾米留斯利维特，那种严肃中暗藏傲慢的感觉简直和本人没有一点区别。风暴在上，这近乎神迹。比尔特上下端详，忍不住赞叹了一声。不过身高可以再多3厘米，2条腿得更粗壮一些。没关系，不用这么着急，上将阁下后天就会跟随皇家海军中苏尼亚舰队第1分舰队抵达，于下午视察奥拉维海军基地，并在总督府举办晚宴。我有邀请函，可以带你进去，旁观上将阁下的举止和与不同人交流时的态度。说话间，他接过索托斯从保险柜里取出的500磅现金，递给克莱恩道：“合作愉快。”克莱恩掂了掂钞票，审视了几眼道：“合作愉快。”贝克兰德、威廉姆斯街。作为红手套里不太起眼的成员，伦纳德·米切尔背靠一栋房屋的外墙站立，等待现场的初步审讯工作结束。他右脚抬起，只用脚尖着地，显得相当散漫。过了一阵，他看见卫队友返回这边，表情颇有些复杂，既兴奋又疑惑，既期待又紧张。汤森，有结果了。伦纳德心中一动，笑着靠拢了过去。汤森点了点头，坦然回答道：“两边都交代了。”在梦中他们没法撒谎，发量稀疏的汤森重新戴上礼帽道：“他们讲述的内容是一致的。这条街道地底有座属于第4纪图铎王朝的遗迹，入口初步确定是在那个废弃的小教堂内，至于还有没有别的入口，暂时没人知道。这样啊。”伦纳德没有多问，闲扯几句后便退回了边缘，再次倚墙而立。他左右看了眼，压低嗓音道：“老头，到你擅长的领域了。这里藏着做图铎家族的遗迹。”他脑海内旋即想起了那略显苍老的嗓音。你真是越来越不礼貌了。在我们那个年代，对高位者不尊敬就意味着将成为活祭的祭品。还有，贝克兰德不可能出现单独的图铎家族遗迹，他们在撒谎。伦纳德小声反问。那略显苍老的嗓音呵呵笑道：“不，只是他们不够了解。如果我的推断没有错误，这里的遗迹应该属于图铎特伦索斯特联合帝国。”什么？伦纳德一阵愕然。这属于他根本没听说过的古老王朝。那略显苍老的嗓音笑了一声：“真是一个见识浅薄的小子。所罗门帝国第1次覆灭后，代替他的正是图铎特伦索斯特联合帝国，他以双执政官的形式统治着整个北大陆。”双执政官。伦纳德咀嚼起这个名词，那略显苍老的嗓音半笑半叹道：“地底的那座遗迹里，应该有左41右40的倒立烛台，有2张看起来属于巨人的王座。呵呵，他也许就是亚历斯塔图铎成为血皇帝的地方。”伦纳德微皱眉头，旋即舒展，姿态轻松的笑道：“那里面肯定藏着不少秘密，当然，但你还没有资格了解。”那略显苍老的嗓音啧了一声。伦纳德不明显的撇了下嘴道：“接下来应该就会探索遗迹了。”那略显苍老的嗓音笑了2声，不再开口。1分钟后，伦纳德看见圣安东尼大主教与蒸汽教会的霍拉米克大主教结束交谈，各自往回。紧接着，霍拉米克命令所有机械之星成员撤离，将这里留给黑夜女神教会的职业者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这一幕的伦纳德内心充满了疑惑。就在这时，所有职业者耳畔响起了圣安东尼大主教的声音：“红手套集结，其余职业者离开镜中世界，找理由疏散这里的所有民众，并承诺给他们房屋补偿。在所有民众撤离后，红手套和我一起毁掉地底那座源于邪恶年代的遗迹，不准进入，直接毁掉。愿女神庇佑我们这。”伦纳德完全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发展。晚上7点半，奥拉维总督府，克莱恩变化成索托斯的样子，身穿黑色燕尾服，打着同色领结，跟随比尔特进入了晚宴大厅。里面温暖仿佛春天，巨大的水晶吊灯从穹顶垂落，闪烁着数不清的烛光，将整个场地照得如同白昼。右侧角落里，穿马甲打领结的乐队成员奏出了轻快的旋律，左边则摆放着一张张长条桌，上面有烤子鸡、香煎鹅肝、炖羔羊肉、贝克兰德式烧鹅、奶油芝士焗奥拉维大龙虾等美味菜肴。哪怕隔得很远，克莱恩也似乎闻到了他们散发出来的香味，准备过去拿个盘子装填食物。这时，比尔特略显拘束的拉了拉袖口，偏过脑袋，压低嗓音道：“记住这种宴会的礼仪，
我们现在的目的是旁观上将阁下的举止，所以拿一杯酒就可以了。这里有迷雾香槟、奥尔米尔葡萄酒、南维尔红酒，都是外面少见的名酒。你可以喝一点，但不能喝太多，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喝酒时尽量只是装个样子。克莱恩收回视线，点了点头。他和比尔特各自从经过身边的红马甲侍者端着的托盘上取了杯色泽金黄诱人、气泡细碎如同雾气的香槟，然后往宴会的焦点，穿身蓝色海军将军服的艾弥留斯·利维特靠拢。以他们的地位，自然没法真正接近上将阁下，只能待在稍远一点的位置，注视对方的一举一动。艾弥留斯身材普通，看起来并不健壮，嘴角略有些下垂，显示出他实际的年龄。他没留胡须，蔚蓝的眼眸内仿佛藏着不容拒绝、不容辩解的威严。他的深蓝色将军服很笔挺，肩膀处有红色的绶带，往下连接着胸口，垂落一枚枚勋章。他袖口有一枚枚金色的钉子，与同色的肩章彼此映照。肩章分为3个部分，由内往外分别是镶嵌红宝石的皇冠、交叉的权杖与长剑、4颗点缀钻石的星星。克莱恩进入非常专注的状态，利用无面人的能力记忆着那位海军上将的细节特点，以及对方和不同人交谈时的态度。这个过程里，他甚至只轻轻抿了一口迷雾香槟，没在意它究竟是什么滋味。等信息搜集的差不多后，克莱恩吐了口气，让脑袋不再那么疯狂运转。经历的大量消耗让他感觉到了饥饿，于是将酒杯放至红马甲侍者手里的托盘上，准备去长条桌那边取用食物。就在这时，比尔特靠拢过来道：上将阁下给了我暗号，我们去预定的地点见他。克莱恩收回落在烤子机上的视线，蓦然扫了比尔特一眼。比尔特莫名打了个寒战，慌忙转过身体，引着格尔曼斯帕罗从落地窗位置进入花园。在僻静的道路上走了近1分钟后，他停顿下来，指了指克莱恩的脸：你可以变成上将阁下的样子了，你就假装你是那位和他很像的流浪汉。克莱恩轻轻颔首，伸掌抹了下脸庞，他这是为了遮挡变化样子时脸部可能出现的肉芽、流痘等恶心事物。等他放下手掌，比尔特看见了一位与艾弥留斯·利维特有8、9分相像的中年男士。很好，比尔特前行几步，来到杂物房门口，伸手推开了虚掩的房门。艾弥留斯·利维特依旧穿着那身吸引人眼球的海军上将服，侧对入口，站在窗边欣赏花园内的景色。这时他半转脑袋，将视线投向了和自己很像的莱克。那难以言喻的威严感和压迫感让克莱恩不由自主就低下了头。艾弥留斯·利维特的目光没有过多停留，缓慢移向比尔特，语气不含任何情绪的说道：这不是你之前提到的流浪汉，他是一位非凡者。第140章临时契约。听到艾弥留斯·利维特陈述而非疑问的话语，比尔特额头瞬间就沁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冷汗。他张开嘴巴，仿佛想辩解什么，但最终还是啪的一声单膝跪下，在那种难以言喻的威压中站立着说道：上将阁下，之前的流浪汉突发疾病死亡，我只好重新找了位可以变化样子的冒险家。此时此刻，克莱恩并没有太过紧张，因为艾弥留斯·利维特上将在宴会大厅里就有注意到自己，没道理现在才辨认出是非凡者。他还愿意见面而不是直接规避风险，说明他并不是太在意比尔特找来的究竟是谁，居然一点也不担心。这就是半神的自信，或者他的非凡途径可以提前消弭隐患。克莱恩艰难抬起脑袋，将目光投向已转过了身体的那位海军上将。实力不错，艾弥留斯·利维特没有表情的评价了一句，他依旧看着单膝跪倒的比尔特道：不要试图在我面前玩弄那些上不了牌桌的小聪明。普通人和非凡者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而我作为秩序的践行者，能清楚的确认这点果然和资料上描述的一致。这位上将阁下有说教的倾向，我得牢牢记住这一点，这是和我自己和格尔曼斯帕罗截然不同的风格。克莱恩若有所思的收回视线，投向地面，仿佛无法承受那种威压。艾弥留斯·利维特往前走了一步。欺骗是你犯的第1个错误，不谨慎则是第2个。花费极大精力的流浪汉突然死亡，接着一个可以变化样子的冒险家就出现在了你的面前，你不觉得这太巧合了吗？对啊，有点巧。克莱恩险些复读对方的反问，如果不是在会晤上确认过，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被哪个神话生物或灵级封印物给安排了。比尔特则听得瞳孔微缩，一下醒悟，
他发现自己之前因为恐惧和害怕，只想抓住那最后的救生圈，完全失去了经验带来的谨慎，一点也没想过格尔曼斯帕罗的出现是不是太巧合了。他第一次到甜柠檬酒吧，那个流浪汉就突发疾病猝死。比尔特越是回想，越是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精心谋划的陷阱。艾米留斯·利维特见比尔特脸色连连变化，又是恍然又是悔恨，遂轻轻颔首道：“我的父亲，已经过世的利维特老伯爵曾经教导过我一句话，他说，宽恕你手下第一次犯的错误。比尔特，你要感谢他的仁慈。”比尔特紧绷的精神一下缓和，竟莫名有了强烈的感动。他还以为更接近神而非人的艾米留斯·利维特上将会当场处死自己，以此警告所有暗中为他效力的冒险家，谁知道对方竟然选择了宽恕。上将阁下，我……比尔特一时竟没能成言。艾米留斯保持着严肃的态度，沉声说道：“刚才的话语还有后半句，那就是严惩他们第二次犯的错误。比尔特，你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单膝跪地的比尔特当即挺直腰背，握右拳抵左胸道：“为效忠上将阁下。”艾米留斯点了点头，转而望向克莱恩：“你叫什么名字？”“这得看你问的是我哪个身份了。”克莱恩内心吐槽了一句，平静回答道：“格尔曼斯帕罗。”艾米留斯·利维特忽然安静了2秒，杂物房内的气氛仿佛凝固。就在克莱恩心底忍不住涌现些许不安时，艾米留斯终于开口：“原来是你，上将阁下，说的你好像认识我一样。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军方线人，仅通过你们领取了赏金，都还没来得及报销什么。”克莱恩暗自咕哝了2句，越想越是心不虚。艾米留斯点了下头，对比尔特和克莱恩道：“计划照常进行，但需要签订一份契约。”契约。克莱恩艰难对抗住那种威严，抬头看向艾米留斯。海军上将艾米留斯没有解释什么，拿起早就准备好的放在窗台上的纸笔，刷刷书写了起来。他每次落笔都似乎有金色的光芒迸发，场面庄严神圣的，就像是在起草某部法律。克莱恩渐渐眯起眼睛，视线开始模糊，忍不住又低下了脑袋。不知过了多久，艾米留斯停住钢笔，拿起那页纸张，对克莱恩说道：“在末尾签上你的名字，如果条款不满意，可以不签。你认为我敢还是不敢？”克莱恩腹诽了一句，看着比尔特起身，接过纸笔递给自己。那张纸上的条款很简单，只有那么几条，大致约束了格尔曼斯帕罗扮演艾米留斯·利维特时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不能主动暴露问题，不能利用上将身份做不利于艾米留斯本人的事情，不能与辛西亚小姐有太过亲密的接触，等等等等。我还以为这种大人物不会太在意情妇的贞洁，这位上将果然是个古板的男人。不过我也不是那种人。克莱恩隐藏住好奇，就像探讨学术问题般问道：“如果辛西亚小姐想和我有亲密接触呢？”他的潜台词是表现得太过疏离和抗拒，容易被辛西亚看出问题。询问该怎么把握一个度。没关系，艾米留斯没有表情的说道，契约有效期内，你面对他时，要么没有欲望，要么身体缺乏必要的能力，还能这样？这契约有点厉害啊！除了和灵界生物的契约，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别的契约。而且前者要借用冥界的力量，这份契约却只有交易双方。这就是艾米留斯上将的半神级非凡能力，仲裁人途径的。克莱恩瞄了眼有效期，发现是5天。是他有信心5天内必然回来，还是他目前的位格只能让契约维持5天的效力？克莱恩又阅读了一遍条款，拿起钢笔写下了格尔曼斯帕罗的名字。随着最后一个字母结束，他看见纸张上的单词一个个冒出金芒，汇聚成灿烂的光华。灿烂的光华包裹之中，纸张飞快淡化消失，仿佛与世界的规则融为了一体。深州无形的淡薄灰雾轻轻荡漾，克莱恩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多了一层层无法用语言描述的限制。这些限制迅速内化，临时成为了他灵体和肉体的一部分。灰雾可以抵挡一定程度内的外来厄运和幸运，但没办法屏蔽我已经签订的契约。也是，如果能屏蔽，信使的契约都不会生效。克莱恩有所恍然地重新望向艾米留斯·利维特。这位海军上将此时已收敛了自己的威严，翻掌亮出了一枚暗金色的符咒。这符咒上面有审判之剑等象征符号和密密麻麻的魔法标识，通体内敛深沉，给人这是一部法典的感觉。这是我利用自己的血液
第4纪的古老法典和王室的0分级封印物制作的高级符咒。艾弥留斯平淡说道，它叫第9律，可以在给予少量灵性的情况下，呈现出与我类似的威严感觉。这一点哪怕普通人也能做到。没有它，你很难真正的伪装我。确实，我变化模拟的威严感只限于表面，平时糊弄没问题，一旦需要震慑哪位手下，就没用了。克莱恩悄然松了口气。艾弥留斯继续说道，以你目前的实力，应该可以承受它的使用。通过使用它，你可以为目标指定必要的限制，让他不得不承受极端不利的状况。这样一来，即使真有半神试探，你也可以将他吓唬走。如果最终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不需要用到它，事后它将属于你。它的有效期是1年。克莱恩先是一愣，旋即感受到了强烈的惊喜。自从用掉通过变异的太阳圣辉制作出的高级符咒，他终于又有了另外一枚。这种物品虽然有维持时间的限制，且只能用1次，但胜在没什么负面效果。当然，制作条件的苛刻让它的数量非常稀少。不愧是半神，比比尔特慷慨多了。收买流浪汉和一位海盗将军级的冒险家，代价是不一样的。克莱恩欣喜想着的同时，蓦然伸掌，接住了那枚叫做第9律的高级符咒。然后，他看见艾弥留斯解开了皮带。短暂的沉默后，克莱恩控制住尴尬，不带任何表情的脱起衣物。很快，他和艾弥留斯互换了穿着，披上了那深蓝色的笔挺将军服。目送艾弥留斯和比尔特沿花园内的偏僻小路离开，克莱恩一丝不苟地弄好扣子，转头望向了玻璃窗。夜晚的深黑和绯红的月华映衬下，那玻璃窗仿佛镜子，模糊照出了克莱恩现在的样子。整齐厚疏的黑发，蔚蓝幽深的眼眸，略微下垂的嘴角，没有胡须的脸孔，古板严肃的气质，以及有绶带、勋章和肩章的深蓝色衣物。克莱恩动了动嘴角，无声自语了一句：现在开始，我就是海军上将。